谭宇他们一家能在这方世界立足，一直都是靠其爷爷。虽然谈不上多么强大，但至少能够稳定生活。其爷爷病死后，恰巧钱财外露，便立刻有外人来抢夺他们家的家产。那一战，谭家损失惨重，谭宇父母也重伤而亡。按理来说，尚且年幼只有10岁的谭宇也必然要死。幸亏日月宗一位长老路过，将来犯之人赶走，且将年仅10岁的谭宇以及其5岁的妹妹带到了日月宗。在日月宗，谭宇与其妹妹皆展现了惊人天赋，没过多久便成为日月宗最为出众的天才弟子之一。在213年之前，谭宇更是血脉觉醒，引发天地异象，那异象非同小可，惊动整个世界。原本谭宇应当一飞冲天，可谁曾想觉醒的血脉未能换来日月宗的青睐，反而为谭宇引来灭顶之灾。日月宗最强弟子乃是日月宗宗主的孙子，他害怕谭宇超越自己，竟伙同其妹妹对其下药，挖其丹田。等一下，你说的妹妹是你的亲妹妹，还是那日月宗主孙子的妹妹？紫菱问。是我的亲妹妹，她与我一同加入日月宗，也展现了不俗天赋，后面便嫁给了日月宗宗主的孙子。我本以为我妹妹嫁给他会更加稳固我们兄妹二人在日月宗的地位，可自从我妹妹嫁过去，我的修炼资源不仅没有提升，反而越来越少，就连她的心也与她的相公紧紧捆绑在一起。可当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，已经太晚了。我妹妹嫁过去的时候，正好是我修炼的关键时候，我又屡次为宗门立下功劳，宗门无论怎样都应当增加我的修炼资源，可我的修炼资源反而越来越少。我也意识到事情不对，可能是威胁到了宗主孙子最强天才的名号，所以在我血脉觉醒后，我当月的修炼资源依然没有提升，反而越加减少。之后我便确定了此事，也决定偷偷离开日月宗。这件事我只告诉了我的亲妹妹，因为我害怕我的离开让她遭受牵连，想带她一起走。可我意识到日月宗的阴暗，却没有意识到我妹妹的转变。她得知这个消息，怕我离开，竟立刻给我下药，随后将这个事情告诉了她的相公。当我醒来，不仅丹田被挖，更我被扣上了一个为偷日月宗宝物的罪名。话到此处，谭宇苦笑着摇了摇头，看得出来这件事情对他伤害极大，哪怕过去了200多年，可却依然无法让他走出来。后面我那个妹妹求情，我倒是能够留下一条命，当然可能让我活着，也正是他们想要看到的。毕竟我们的家族于他们眼中本来就是小家族，莫说家人不在了，就算还在，他们也不惧怕。无依无靠又无法修炼的我，又怎会是他们的威胁？只会是他们的笑料罢了。可遭亲生妹妹背叛，修为丧失，疼痛缠身的我，已不想继续活在这个世界。于是到了父母坟前，便想一死了之。不曾想，恰巧遇到了前去祭拜我爷爷他们的赵前辈。赵前辈听闻我的遭遇，十分同情，于是他不仅给了我一些资源，更是安慰我人活着就有希望，若死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随后更是帮我找到了这个地方。谭宇道：那赵匪后来还有来过吗？紫菱问。没有。谭宇摇了摇头，他本可以帮你更多的，太不够意思了。紫菱感叹，那赵匪本就贪生怕死之人，日月宗于他眼中也是庞然大物，他的性格能够帮谭宇找到这里，让他生活，已是仁至义尽了。楚风则有不同想法，他是见到过赵匪贪生怕死的模样的，人是好人，但怕死也是真的。若不是赵前辈当年安慰的话，我已经死了。他对我的帮助其实很大。谭宇说道。他又岂会不明白，赵匪没有尽全力帮他，但他依旧十分感恩。而楚风恰巧喜欢谭宇这一点，并不是强大的人就应该帮助自己，这个世界没有这种道理，帮助无论大小都是恩惠。关于你的妹妹，你要怎么处置？楚风问。终究是我妹妹，我不想她死。谭宇道。知道了，带路吧。楚风说话间便带着谭宇御空而起，旋即在谭宇的引路下，没过多久，楚风便带着谭宇来到了日月宗的领地。日月宗建在一片浩瀚平原之上，领土范围极广，只是刚刚踏入那片平原，还未见到日月宗，楚风便站住不动，谨慎观察，甚至还拿出了天师符尘。楚风哥哥，难道日月宗的实力比谭宇说的更强？紫菱暗中询问。他知道楚风如此谨慎，必定是有所原因，倒是没有感受到强大的力量。只是日月宗剑宗这个地方有些特别。楚风叹道。特别在哪？紫菱询问。我也说不清楚，但是这里给我的感觉很不一般。楚风说话间也在认真观察，他走过多地，自认在如今的浩瀚修武界也算见多识广，少有地方能像此地带给楚风如此深的吸引力。尽管越看越是捉摸不透，可这吸引力则是越来越强。谭宇，你对这片平原可有了解？楚风问。我不知这片平原叫什么，据说此地本是荒凉之地，是因为日月宗初代宗主游历路过此处时，恰巧看到了日月同生的壮观异象，察觉此地非同一般，于是在此建宗传道，且将宗门命名为日月宗。谭宇话到此处，楚风便越发确定此地的不简单，寻常地方怎么可能有异象出现？于是楚风再度认真观察起来，而谭宇则是继续说道，并且这个异象在日月宗的记载中曾出现过多次，只不过我并没有见到过，所以这是一块福地，莫非蕴藏至宝？紫菱也是询问起来。